各位深夜刷到这里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三更老姜。今晚的风好像比平时重，吹得窗帘轻轻晃，像有人在门外试探着推门。人这一生总有些影子会粘在后背上，深夜一静，他们就慢慢爬上来，贴着你耳朵低语。这3个故事就是从别人最深的恐惧里挖出来的，胆小的现在关掉，不怕的跟我一起往下听。故事1，夜遇白衣女。我们老家村里的大根是个快40的光棍汉，在我记忆里始终是膀大腰圆的模样，拎着几十斤的猎袋走山路，脸不红气不喘。他跟别的邋遢光棍不一样，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为人实诚得很，谁家喊帮忙都随叫随到，十里八乡的人都待见他。大根最擅长打猎，村里的老猎人都夸他眼比猫头鹰尖，手比秤砣还稳。除了农忙的时候，他天天往山里钻，猎袋几乎从没空着回来过。山里除了没人敢确认的老虎，啥野物他都猎过。我小时候亲眼见过他一枪就撂倒了一头300多斤的发狂野猪，动作干净利索，连野猪哼叫的机会都没给。打猎大多在夜间，大根有盏高功率的蓄能电灯，只要用灯光照住猎物的眼睛，就能让他瞬间动弹不得，这是他打猎的独门诀窍。老话说常走夜路难免撞见鬼，大根就是最鲜活的例子。他总爱吹牛逼，说自己见过上百只鬼，虽显夸张，但他深夜遇鬼的事方圆几里没人不知道。至今村里的老人还在告诫小孩深夜别往水库大坝那边去。那是初秋的一个深夜，2点多钟，大根还在离家10几里的水库大坝转悠，这里野兔多，是他常来的猎场。秋虫都歇了声，只有风刮过草叶的沙沙声衬得四周更近了。他端着猎枪轻步前行，灯光扫过草丛时，忽然瞥见一只褐毛野兔正低着头啃草。大根心里一喜，举枪瞄准，手指刚要扣下扳机，无意间抬头扫了一眼，灯光里竟赫然映出一个年轻女人的背影，瞬间让他浑身的血都凉透了。那女人穿件白短袖，配一条蓝牛仔短裤，黑发及肩，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背对着他站在10米外，身形单薄的趁一阵风就能吹倒。大根心里猛地一战，猎枪差点从手里滑出去。这荒郊野岭的深夜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寨，怎么会有女人？是想不开来寻短见的。可寻短见的人哪会穿得这么整齐，安安静静地站着？还是野鬼？一想到野鬼2个字，大根的头发唰的全竖了起来，后颈一阵发麻。他这辈子啥猛兽都不怕，就怕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。为了给自己壮胆，他攥紧猎枪，嗓子里像卡了沙子似的大喝一声：哪个？可那女人半点反应都没有，像没听见似的，依旧一动不动地站着，连头发丝都没动一下，仿佛周围的风都绕着她走。一人一鬼就这么对峙了好几分钟。大根的心跳得像打鼓，咚咚咚的，震得耳膜都疼。他不敢开枪，万一真是人，这一枪下去就出人命了。可他也不敢回头逃跑。老人说过，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不能回头，一回头，那东西就会扑上来附在你身上。突然那女人动了，她既没回头也没说话，只是轻轻抬了抬脚往前走去。大根下意识地跟了上去。他后来跟我们解释，当时就想盯着这东西，看得见总比看不见要踏实。他眼睛瞪得溜圆，死死盯着女人的背影，生怕她凭空消失。女人拐上了回村的土路，大根硬着头皮跟上，猎枪始终对准她的背影。子弹早就上膛了，却迟迟不敢开，是人会出人命，是鬼的话开枪也没用。一前一后走出1、2里地，前方就是水库边的采石场。这地方被挖得坑洼不平，碎石遍地，每年都要出几起人命，就算是大白天路过都让人心里发毛。让大根头皮发麻的是，那女人竟然径直朝着采石场深处走去。大根彻底不敢跟了，僵在路口，浑身汗毛倒竖。
眼睁睁看着女人的背影走进采石场的阴影里，拐了个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直到这时，他才猛地反应过来，举起猎枪对着天空狠狠扣下扳机。轰！一声巨响震醒了整个山谷，回声久久不散。这声枪响是他给自己壮胆的，把心底压着的恐惧全炸开了。枪响后，大根扭头就拼命狂奔，脚下的石子落得生疼也顾不上，猎袋里的野兔掉了也不捡，一口气跑出了好几里地。远远的，他看到水库边上林场小屋的电灯亮了，有2个人影在门口晃动，还冲着他喊：“谁呀？干啥的？”原来那声枪响惊醒了看林场的人，他们以为是有人来盗墓。林场后面有片老坟地，大根连回话的力气都没有，只顾着往家跑，肺像要炸开似的，喉咙发紧，满是血腥味。回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3点半了，他连叫门的劲儿都没了，只能用最后的力气，双手拼命捶门。咚咚咚的敲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。他老妈被敲门声惊醒，赶紧披了件衣服来开门。门一打开，大根就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老太太当场就吓哭了，哭声又尖又响。这一哭，半个村子的人都被吵醒了，大家伙都赶紧披衣服跑过来。深更半夜的，人命关天的事，谁也不敢耽搁。大伙围过来一看，大根浑身湿透的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，脸色惨白的没有一点血色，紧闭着双眼，嘴里含糊着念着有鬼白衣服。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被吓坏了，有人赶紧打水给他擦身，还让大根妈去屋外叫魂，这是老家治惊吓的土法子。拿着他的衣服，一边喊名字一边招魂。大根他妈一边拿着他的褂子在门口喊：“大根啊，回来吧，大根啊，回家了。”声音在夜里飘着很远，听得人心里发酸。第二天，大根昏昏沉沉地躺了一上午，直到下午才清醒过来。喝了2碗红糖水，他才断断续续地把夜里的经过说清楚。之后好几天，他都瘫在床上起不来，吃不下饭，一闭眼就想起那个白衣服女人的背影，更别说打猎了，连院子门都不敢出。这事很快传开，大伙这才想起1个月前采石场发生过他山事故，10个死者里有个邻村的年轻女人是跟着丈夫去拉石车的，没来得及跑，被埋在了里面。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有人说那女人死的时候穿的就是一件白色短袖和一条蓝色牛仔短裤。大伙都说大根撞见的是她的冤魂，想找人带她出采石场，可大根没敢跟进去。大根痊愈后再也没踏足过水库大坝打猎，甚至不敢靠近那片区域。讲到这，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后脊背发凉？其实比起荒郊野岭的鬼，更瘆人的是那些住在隔壁，表面正常，骨子里却藏着诡异秘密的人。下一个故事就发生在我家隔壁的刘医生身上，现在想起来我还忍不住后怕。故事2：隔壁刘医生。我爸是医院的后勤人员，身边的同事大多是医生。我们家住在医院的家属院，隔壁就住着个刘医生，女的30出头，眼看就要奔40了，还是单身。家属院里没人喜欢她，她心气极高，走路总仰着头看人，从不正眼瞧邻居，见了面也从不打招呼，经常跟病人同事闹矛盾。我一开始还不信，直到亲身经历了一件事，才彻底怕了她。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我妈包饺子多包了1碗，知道她独居不爱开火，就让我给隔壁的刘医生送去。我100个不情愿，怕他凶我，可拧不过我妈，只能端着饺子出门。到了他家门前，我发现门没关严，留着一条缝。我本来就不想跟他说话，就想把饺子放下，留张字条就走。于是没敲门，直接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真后悔当时没敲门。如果我敲了门，或许就不会看到后面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东西了。一进门，一股刺鼻的腥臭味就直冲鼻腔，像生肉放久了发酵的味道，还混着点铁锈味，让我胃里翻江倒海，差点吐出来。
屋里没人，我把饺子放在餐桌上，刚要拿出兜里的字条，就听见厨房传来窸窸窣窣的切东西声，很轻，却在这安静的屋里格外清晰。我垫着脚往厨房的方向张望，刚瞥见案板的一角，身后的门突然吱呀一声响，吓得我浑身一哆嗦，差点跳下来。回头一看，刘医生就站在我身后，离得极近，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也带着那股腥臭味。他穿了件深色的围裙，围裙上沾着几块不明的深色污渍。看见我的时候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，快得像错觉，很快又恢复了平静，只是脸色有些发白。我吓得脑子发麻，赶紧找借口。刘医生，我妈让我送饺子来，敲门没人应，我就自己进来了。现在想来，当时的反应也算机智。他扯出一个僵硬的笑，沙哑着嗓子说了声谢谢，声音像很久没开过口似的，干涩的厉害。我不敢跟他对视，余光无意间瞥见他嘴角挂着一绺红色的碎屑，像没擦干净的生肉。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身子僵了一下，赶紧转过身用手背擦了擦嘴。我当时吓得差点叫出声来，赶紧低下头，不敢再看。趁着他转身的功夫，我又忍不住往厨房里瞥了一眼，就这一眼让我至今都忘不了。案板上躺着一只被剖开的死兔子，内脏全都露在外面，血淋淋的，旁边还放着一把沾着血的手术刀，那股腥臭味就是从这儿来的。我吓得腿都软了，胃里翻得更厉害了，强忍着才没吐出来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。这时候刘医生转了过来，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。没吓着你吧？我明天有堂解剖课，这是提前备课呢。我强装镇定的说没事儿，心里却狂跳不止，只想赶紧逃离这里。为了掩饰害怕，我随口胡诌说自己小时候解剖过虫呢，还没头没脑的补了句，还以为你在吃什么。说完我就后悔了。刘医生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眼神阴冷地盯着我，像淬了冰似的，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出，只想逃跑。好在他没说什么，只是冷冷地嗯了一声。我赶紧客气两句，那我先走了，你慢慢吃。转身就逃了出去，连门都没敢帮他关上。出了门才发现手心全是汗，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，那股腥臭味像粘在了鼻子上，一路走一路犯恶心。我跑回家，把刚才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妈。我妈听了之后也吓得不轻，连连说以后别再去他家了，也别跟他走太近，离远点好。后来我从爸那儿得知，刘医生以前处过一个医生男友，快结婚的时候分了手。没过多久，他那个男友就莫名失踪了，家里人找了好久都没找到，报警也没用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有人说他是离开了这个城市，也有人说他可能早就出事了。最吓人的是，爸说警察调查的时候发现，她男友失踪前最后去的地方就是她的宿舍。从那以后，我路过他家都快步走，不敢多看一眼他的窗户。有时候深夜还能听到隔壁传来咚咚的敲击声，不知道在敲什么，沉闷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听得人心里发慌。我总在想，他解剖兔子真的是为了备课吗？真的是兔子肉吗？他那个失踪的男友到底去了哪里？当然我宁愿相信刘医生应该是不吃人的吧。讲完刘医生的故事，你们是不是觉得身边的人有时候比鬼还可怕？其实深夜的公共场所也藏着不少让人头皮发麻的秘密。像老戏院、老医院这些地方，白天阳气重，能压住那些不干净的东西，可一到深夜，阳气退去，就容易成为他们的聚集地。下一个故事就发生在老戏院的厕所里，是我开酒吧的朋友亲身经历的，他现在想起来还会浑身发抖。故事3：戏院惊魂记。我这朋友开酒吧，见多识广，按说胆子不小，可就一件事让他至今都不敢提。每次我们聊起恐怖故事，他都会说这是他这辈子遇到过最吓人的经历。那时候我们这儿的老戏院翻修后重新开张，听说装修的好，
冷气还足，我朋友就约了一帮哥们去看新上映的恐怖片。老戏院是我们这儿的老地标，翻修前又旧又破，墙皮都掉光了，可照样常坐满了人。翻修后生意更火爆，我们去的那天买票的队排了老长。进了戏院，发现装修确实不错，雪白的墙壁，铺着地毯的地面，椅子整齐又舒服，就是冷气太足了，吹的人有点冷。我们找好座位，电影很快就开始了。那部恐怖片的氛围和音效都做得特别好，周围不时有女生尖叫。可也正因为冷气太足，看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朋友突然尿急的难受，他喊身边的哥们陪他去厕所，可这帮人都怂，怕错过剧情，一个个都摇头让他自己去。我朋友心里害怕，戏院的厕所就在放映厅旁边的走廊尽头，那走廊昏暗得很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老建筑的格局透着股说不出的阴森。可他实在憋不住，只能硬着头皮摸黑溜了出去。走廊里只有放映厅传出来的电影音效，黄色的灯光忽明忽暗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，贴在斑驳的墙皮上，像个扭曲的怪物。他加快脚步往前走，心里不停默念别害怕，都是心理作用。到了厕所门口，一股霉味混着消毒水的怪味，他随意瞥了一眼，看见最外面的一个侧格里蹲着个女人，低着头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那时候他尿急得厉害，没心思细看，只当是别的观众也来上厕所，就径直走进了最里面的那个侧格。厕所里的灯光更暗，墙壁掉漆，地面湿滑滑的，踩上去差点滑倒。他解决完需求，走到洗手池边洗手，洗手池上的镜子模糊不清，布满了水渍，冷水浇在手上让他清醒了不少。可洗完手抬头擦手的时候，镜子里的一幕让他魂飞魄散。那个女人还在最外面的侧格里，正伸手从垃圾桶里抓东西往嘴里送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我朋友心里咯噔一下，觉得不对劲，厕所的垃圾桶里不都是纸巾、卫生巾之类的垃圾吗？哪有能吃的东西？女人背对着他，他看不清他抓的是什么，他心里发毛，只想赶紧离开。可就在这时，那女人突然停了下来，慢慢转过身来。他从镜子里清清楚楚地看清了女人的脸，惨白如纸，没有一点血色，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嘴角咧开一个诡异的笑，阴森森地说：好好吃啊。我朋友魂都吓飞了。他还看清了女人的嘴角粘着血丝，顺着下巴往下淌，而他手里攥着的食物竟然是用过的带血的卫生棉。他尖叫着转身就跑，脚下一滑，差点摔倒在地。身后传来女人阴森森的声音，追着他跑：你要不要试试？很好吃的。他拼了命地冲出厕所，冲出走廊，刚跑到放映厅门口，电影正好散场，观众们涌了出来，他的哥们也跟着人群走了出来。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，他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，头发都被冷汗浸湿了。哥们赶紧围过来问他怎么了，他语无伦次的把刚才在厕所里看到的恐怖景象说了一遍。有几个胆大的观众不信邪，说要去厕所看看，就结伴往走廊尽头走。可他们回来的时候都说什么都没发现，还开玩笑说我朋友是看恐怖片太投入，神经过敏了。我朋友百口莫辩，他明明看得清清楚楚，怎么会没人呢？他知道没人会相信他的话，哥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扶回了家。后半段电影自然是没看成。回家后他就大病了一场，发着高烧，梦里全是那个女人惨白的脸和那句好好吃呀。家人带他去医院，医生说他受了惊吓，再加上吹了冷气感冒才发的烧。可他心里清楚，他是被那个女人吓坏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敢踏进那间老戏院半步，就算是路过也会绕着走。后来他从一个常去戏院的朋友那儿得知，老戏院翻修前有个妇女在厕所里无端晕倒，被人发现后送去医院。更诡异的是，那朋友说当时护送的医护人员讲，急救车里的女人一直断断续续地念叨着好恐怖。我朋友听完浑身发冷，
他不知道那个女人当时看到的是不是和他看到的一样。3个故事都讲完了，每一个都像一根冰冷的针，扎进骨头里拔不出来。我们总以为白天能用科学和常理把恐惧关进盒子里，可深夜一静，那些盒子就会自己裂开，里面的东西会爬出来，贴着你的皮肤呼吸。今晚的这些经历或许只是别人骨头里的疤，但谁知道呢？也许你也有一道类似的疤，只是还没到深夜，他还没醒。好了，今晚的故事就到这儿。本视频所有故事为网友投稿，仅供娱乐，大家理性观看哦。喜欢这期内容的小伙伴，记得帮老姜点个赞，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亲身经历，或者听过身边朋友的恐怖遭遇，欢迎投稿到频道下方的投稿表单，或者直接在评论区留言，老姜会认真阅读并挑选合适的故事，在节目里用第一人称帮你讲出来，让更多人一起寒一个晚上。下期不见不散，晚安，做个好梦哦。